有的时候我是会有觉得匪夷所思的，专业的人要听不专业的人的话。谁有数据，谁能上好的综艺、好的电影、好的戏？他们只能把精力用来做数据，每个人都搞得像 IT 公司的工作人员一样，就离艺术太远了。因为演员是感受型的物种，他的工作就是靠感受，不是靠脑子去想。我不为自己而沮丧，我为行业而沮丧，所以我才选择去教学。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、坚强的、多情的人。我是被厚爱的。在90年代初，资讯那么不发达的一个小城市走出来，然后我可以做上我热爱的工作，为那么多的观众去追随。我从小就非常热爱表演这件事情，好奇心很强，我对人非常的有兴趣，因为演员就是演人的，我是一个职业演员，我必须要随时的敏感的活着。我想去看看那个底线是什么。你没有进入过泥潭，你不知道泥潭有多深，你也不知道这些淤泥然后粘在你的脚上、小腿上、大腿上的分别都是什么感受。小的时候就比较脆弱，就敏感加脆弱一定是非常困扰的。细小的一个朋友之间的背叛，你就会觉得哇，这个世界太不可信了。我害怕一旦我不信任他人了，我就不信任自己了，因为我也是人类，我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。关于人性的问题、哲学的问题、宗教的问题、关于宇宙的问题，我永远是对这种东西非常非常好奇的。别人就会觉得啊，天哪，关心点现实吧。曾经觉得很失落，后来就不会了。这个职业就是孤单的。09年开始嘛，我大概有5年没有拍电视剧，因为我觉得剧组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，我就想先停一下吧。我的血脉注定了我作家的生活，可是我的灵魂滚动着一个战士的激情。14年开始，我又开始出来拍剧，我觉得有所好转，因为逐渐走向工业化，加上电影市场也开始好起来了。可能近几年又不好了，就停一停吧。我不是在做创投评委嘛，看到了非常多的提案过来，不怎么新鲜。我们能创作的空间太狭窄了，所以说总是那几个题材，新闻上经常看到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啊、霸凌的问题呀，他们占有大量的比例的话，那观众一定会审美疲劳的嘛。当我改变不了，我怎么办？我如何面对我自己？我选择在这里，那我就要好好的体会和接受关于我选择所带来的一切。你还要在舞台上看一眼吗？拆台了你还看一眼吗？我们拆了都蟑螂都没有了，留给谁？快走吧，真的。有的时候事情有两面性嘛。当遇到很无力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另外的出路。我大概从09、10年开始接触到疗愈这一部分的，做了5年的公益嘛，我觉得那种幸福感是超越一切。我们的教育体系里面，就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否定啊，一直叠加到我们成年之后，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的本真是什么呢？我的表演课第一步就是帮助大家找到自己，疗愈课也是一样。学生都说做自己真爽，都是20几岁、30几岁的人了，居然像小孩一样说做自己真爽。我们把那个表演课的东西嫁接到这个疗愈上面。形体训练，我是跟我的身体在一起的，我是有力量的。我认为短暂的时光，它感觉到温暖，真的已经很重要了。我今年新搬了家，在家里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，给自己留了一块小菜地，我就去弄我的菜呀，收拾屋子呀，送孩子上学呀，这些就是很普通人的生活。我家里各种洗脸巾、湿纸巾、垃圾袋什么的，储备到放不下。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吗？是因为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我总是看到比如说受伤的得病的需要帮助的，然后他们就在直播，所以就是我只能选大购物车里边最贵的，然后就买。你要认可你自己的这份同情和慈悲，那个是多好的天性。我经常说人是由爱而来的，如果大家再不好好的去接受爱和释放爱，我们很快就要被 AI 替代。不是 AI 有多强大，是我们让出了位置。你只有好好的生活，
你才能好好的生活在你的角色里，你才能好好的替你的角色去生活。有机会帮助到别人，是我最大的福报。这没有什么高大上的，这也属于自我欲望的一种满足。但没关系，就那份喜悦完全不亚于我在台上得到掌声。